导演的呈现。吸糖吗？这是什么？娜娜！这些都是幻觉，都是幻觉。火旺动画改编自阅文起点网我身边这位小说老师的同名小说，它是暗黑修仙的开山之作，也是近几年最为破圈的作品之一。而且呢，它是用修仙的题材去完成了对于存在主义的一些终极的一些叩问。当人的认知的锚点完全去崩塌的时候，疯狂以及超脱本身其实是互为镜像的。坦白讲，就是说火旺这个项目，我们一直是比较忐忑的。对，其实我觉得是，首先现在很感谢我们的黑岩团队的一个全情的一个投入，让我们感受到了信心。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主创团队，还有胡伟老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道归一的作者胡伟的笔。大家好，我是制片人李江。大家好，我是项目组导演王健。我是那个黑岩的导演陈百亿。我是音乐负责人杨瑞。OK， 很高兴胡伟老师来到现场，因为我们昨天还是前天在排练的时候，本来老师说一开始计划是要连线，但我们连的时候，老师说不行，你们现场感觉聊得很热烈，我也来现场感受，所以老师是专门飞过来的，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一起见面，非常感谢老师。那看到就是说自己的作品以动画的形式去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其实我现在心情很忐忑，但是也忐忑，又带着期待想看它像一个小说变成动画，它其实是完全是有画面感了，就如人心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期待的事情不单单是我期待读者们其实读者群里的讨论很多，大家都很期待其实创作认知撕裂和双生世界和那个放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话，其实本身我是想写，刚开始的话是想写一本科幻小说但是科幻小说本身的话，它如果说想要给主角，它应该设置什么样的一种认知或者人设呢？我想了半天，最终我决定让主角作为神经病或者说作为一种双界穿越的一种认知为锚点创作的是李火旺这个人设其实关于小说变成那个动画，我现在的话就是有2个点首先就是李火旺这个人设，希望他不要变味他那股哪怕乱糟糟就是哪怕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也想做好事的执拗还有内心纠结是要留住，因为如果说作为一个精神病主角，或者说作为一个比较压力很大的主角，他必须是要善良的。如果说不够善良的主角，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在乎那些，他完全直接疯了就行了所以说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感觉故事的感觉对不对，就是那种明明看起来怪诞，但是里面藏着很多人情味这一点的话我希望能保持住，就是很多就是哪怕过得再艰难，他总会自己找乐子那种感觉，希望别改成纯吓人的那种，那样就味道不太对了。不会，这个度我们会非常注意的。对，其实当时在拿到火旺整个改编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有点把它称之为是有点像是一个比较难去破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李江，当时你
拿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是怎么面对的呢？以及是你跟黑岩的老师们是怎样达成的这个开发共识呢？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们前面开会争吵讨论，一遍一遍的聊，其实聊了蛮久呢。最后是怎么去达成共识的呢？其实刚拿到火旺这个改编项目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压力很大，毕竟原作它的粉丝量特别的大，而且它最特别的地方是那种又怪诞又悬疑的氛围啊，还有主角对于两个世界的迷茫感，这些既是亮点，改起来也特别的考验人，所以我又去看了几遍原著，把粉丝那些觉得不能少的名场面，还有主角核心的性格特点，还有故事里那些让人心里发紧的悬疑感都标了出来。我觉得改编最要紧的就是魂不能丢，就是原作最打动人的那些东西，比如主角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挣扎，还有那些藏在怪诞情节里的人情味儿啊。但至于和黑岩怎么去达成共识的，其实就是靠多聊多磨合。我们一开始就开了好几次会，大家坐下来敞开的说，就各自觉得原作最妙的地方是什么，改起来最头疼的又是哪些啊？比如我会比较担心主角那种迷茫的状态演出来会不会让人觉得看不懂，有的老师担心两个世界切换会不会太乱，观众 get 不到那个点。但其实越聊越会发现我们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既得让老粉看了觉得对味儿了，又得让没读过原作的观众看明白故事，感受到那种独特的氛围。说到底，其实和团队达成共识的关键就是往一块儿使劲，大家都尊重原作，尊重彼此的想法，想着怎么让观众看得更舒服。让观众看得更舒服。其实说实话，我今天看到王导跟陈导，我感觉他俩不舒服，他俩现在很憔悴，就感觉像我被你们折磨的有点，把你们折磨的有点狠。其实这里是想请老师分享一下，就是说在火旺的创作思路上，咱们是怎么去呈现这种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真假莫辨的双生世界，以及如何去把控，就是说火旺心里的这种很重的这种情感的一个外放的呢？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因为胡伟老师写的这个原著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用动画的形式把这种奇幻的盗轨世界给它呈现出来。那么首先呢，其实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美术风格，然后希望更真实的去塑造这里面的这些奇幻的设定啊，包括更细腻的角色的表演啊。然后摄影呢，我们也结合了多种方式，除了传统的拍摄之外，还结合了不同的动画的这种风格的配合情节去做了一些设计。然后影调上整体会稍微相应的复古一点，增加观众的这种熟悉感。当然内容上呢，保持对李火旺这一角色的塑造，就始终还是围绕着他那个认知撕裂展开的。主要还是希望通过他在现实与幻境的挣扎，折射出普通人在生活困境中那个对真实的那个执着的追求吧。那关于双生世界的呈现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事情的，因为团队也做了很多的探讨和尝试。就除了常见的这种交叉蒙太奇的这种镜像叙事的手段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些不同空间的视觉符号，去孵化着时空的变化。当然还有杨伟老师的这种声音设计，会让这个整个感受会加强。然后当然也会加入这个火旺的第一视角的这个叙事，就强化观众这种沉浸感，然后更好的共情火旺在情感上的这种分不清。关于情感呈现，其实是个挺有趣的事情，因为团队在第一次拿到这个人设的时候还是挺头大的，但是仔细去看小说，发现其实作者对于火旺的情感的塑造，和细节本身就很有张力了。那我们只需要去完善它，然后去增加一些火旺跟百里淼呀、药引之间的一些关系的塑造，去强化丹阳子对火旺的这种精神上、身体上的双重压力，就更好的去呈现这个角色。那么下面有陈导来介绍一下我们正在开发过程中关于火旺的一些设计。好呀，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看到4个图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前期的概念设计。然后在概念设计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跟很多的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概念设计师去合作。然后像这4个就肯定来自于不同的一些画师。那第一个，其实大家看氛围也能看到，它是一个某团体的一个概念设计。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它是有一些像胡伟老师写是有一些文化的根儿的。这些文化根儿呢，我们就比如说是一个波斯古代某拜火组织的一些文化特点，我们把它拿出来之后呢，再去添加我们东方的自己的一些
石窟的雕刻质感，比如说上面的一些是比较偏石窟的。然后呢，这个组织因为它自己的一些气质啊，它的一些情况呢，那我们会从里面的抓一些元素，比如说眼睛啊、火焰啊，跟一些强烈的禁锢感去编织对我们对这个势力的一个理解。然后下面这张图冷色调呢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叫毛之门。那它是一个很在天上的一个东西，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了。那我们在设计它的时候，为了表达它这种空灵感，空灵中也有一个诡异感，所以选择这种冷色调的处理。同时在通道这个，就因为它是个门嘛，在这个通道的信息锚点之上呢，我们加了很多这个不可名状的元素啊，也是去为了体现它的气质吧。然后这个毛之门在我们实际剧集的落地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概念设计又升级了它内容会更有意思，这个就大家期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胡家祠堂呢，它讲的也是一个民间的一种文化习俗。那我们也去抓了一些民间文化习俗的根基，然后抓一些元素去把这个戏剧的舞台去做呈现。至于最后八徽呢，我们是为了突出这种巨物降临的震撼感。关于最重要的这个八徽的眼睛的表达，我们在实际落地时也做了2次设计，这个也是我们最后在片子里会呈现到给大家看的这是场景部分。然后角色部分呢，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去推敲的。就比如说这个李火旺，我们不仅做了从第1季从头到尾对于李火旺的一个形象的迭代，然后对于他的气质，我们也结合故事去做了很多符合故事表达的分镜的 pose 的设计跟探索，然后就想去抓他那种分不清说的迷茫，但是自己认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李火旺，我就要把这你就必须得给我倒下这种坚定点在一些 pose 在一些气质的表达中去给他做到位然后呢，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的师傅丹阳子。丹阳子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我们现在展示的就是丹阳子成为半仙时候的一个状态。那小说中像胡老师写的时候，小说中他是有3个不同那个状态的头，有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然后如果他平铺在头上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们在他的设计的节奏表达上，然后我们也花了一些心思，就是让这个青年的头更像蛇一样的出来，让他的形象呢更有表演的空间最后的效果大家从预告片也看见了最后就是把这些设计落地到资产，落地到实际的资产制作了。我用了一张展示图，就我们能看到就是左边是一些丹阳子的这些细节，右边关于李火旺这个形象，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戴这个面具的面罩的版本，大家我觉得在反馈里算是比较正面的吧，大家都蛮肯定的。所以这个摘下面具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推敲了很多遍。那最终还是觉得能把他的气质表达出来同时又就是明显精神可能睡觉不太好，但是呢自己的内心还是很坚定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然后能期待让我们的东西能尽我们全力去符合观众跟原作者对于这个片子的期望对，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感谢老师的分享，感谢老师的分享。其实刚刚老师在讲到资产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去年当时开始有一些那个资产陆续开始产出之后，我们就说这个资产的精度好高呀，感觉就是说像丹阳子的那个直接那个3个的那个形态可以直接拿出去做雕塑，对，感觉老师们真的干的还蛮厉害的，对。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其实刚刚在 PV 里面呢，大家应该也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的 PV 里面的音乐也是个性也是比较强的。这里呢，就请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师来分享一下。其实杨老师的音乐创作在行业里面一直是被誉为是就是音乐鬼才。他基本上他做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部作品一个调性。对，这一点其实还蛮特别的。那现在的话就会比较好奇就是杨老师对于《火旺》这部作品是怎么破题的呢？要怎么去找到是属于火旺自己的音乐特色的呢？其实《火旺》这部作品里包含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民俗的文化嘛。那从这个音乐的创作上，我们肯定是要有一些的考究和探索。
它需要将这个影视音乐的这个情绪和民间的这些音乐的一些元素啊进行一些融合，然后呢从表达上要符合我们这个剧情的需要，然后呢从听感上也要尽量符合现代人们的这一个听音的审美，就让观众觉得好听。确实这个难度比较大哈，我们会努力的尽量去这样做，然后搞出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大家听。好的，其实我们在另外一个项目上合作的时候，其实跟姚老师交流比较多嘛。姚老师当时就说他自己特别喜欢买乐器，而且是那种走到一个城市就要钻到就说是这种二手市场里面、旧货市场里面去找很独特的当地的这样的一些乐器，而且他也特别喜欢说，哎，我在某一个地方淘到的这个乐器，我能够用在我某一部作品里面。那这次的话，你为火旺淘到了什么乐器呢？对，现在确实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就是找一些当地的这个旧货市场啊，还有一些这个乐器，还不能是正规的乐器店，是比较民间的偏门的那种地方，然后去买一些比较民间的这个打击乐器啊，或者一些拨奏乐器，越破越好，越旧越好。特别是咱们这个片子嘛。然后就比如上次啊，我就在这个，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东西，来。看这个东西。用你的麦试一下。对，这个其实叫撞铃嘛。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教里面呢，它就是一种法器嘛。然后也是我们这次 PV 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呢用这个铃铛的声音和我们的这个医院呼吸机，就是包括心脏监护的那个滴滴滴滴的声音，把这两个声音，然后作为整个故事线的这个声音线索，然后来贯穿到这个道轨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不同的空间，然后表达出火旺这个比较迷茫的精神状态，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OK， 感谢老师的分享，感谢直创团队的精彩分享，期待26年项目早日和大家相见。时间紧，任务重，加油，老师们！感谢大家。你当真全心全意做导演和呈现。吸糖吗？这是什么？娜娜！这些都是幻觉，都是幻觉。